好，台南哇，这次初选哦，很惊险。开始大家认为说赖清德支持林俊彦大概会赢，结果后来陈亭妃出现了哦，那赢也不多，2.7个百分点，而且呢，他请了山水精湛跟中央党部做，山水精湛做出来的结果其实差不多的，但中央党部做呢，陈亭妃比较高，所以他就很奇怪了，中央党部为什么要做陈亭妃比较高呢？哦。那也有人讲啊，这个各种揣测了啊。有人讲那情况就是这样嘛，也有人讲说台南太重要了，台南丢不了啊，而且谢龙介是很强啊。你如果谢龙介上次民调是很低啊，后来开出来的结果也是很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不真的选一个实力很强的哦，只是为了说这个赖系新潮流系，到台南丢了赖清德主席还做不做？所以呢，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反正现在就看是陈亭妃出现了啊。那陈亭妃出现呢，他说是400年来第一位女市长，就台南没有出现过女市长了哈。所以呢，他说他要虽然赖清德不喜欢我，但是我要找赖清德请益。我不但要找赖清德请益，我还要向现在黄伟哲市长、林俊宪委员、郭国文委员、赖慧妍委员、林怡景委员、王定宇委员以及所有的议员请教他们的台南经验哦，那让我将来市长能够做得更好。林俊宪很有风度林俊宪很抱歉对支持者说呢，我个人努力不够所以呢没有赢，让大家失望了。那呼吁团结力挺陈亭妃，我觉得这点民进党很厉害。高雄也是4个人选选出来的结果好，那么赖月荣这个多一点点，只多那个邱莹一点点，但大家其他3个人说我们支持他一致对外而不是经过一个初选。国民党很多时候不敢办初选，说不行了，办完初选里面就分裂啦，就不行了等等。我一直觉得任何事就要照制度来，该按照制度走，按照制度。美国办初选办多久了？人家怎样？美国就分裂了吗？也没有啊，好吧。谢龙介，因为他是国民党要这个征召的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他说恭喜亭妃，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虽然林俊宪跟陈亭妃都说跟我不熟，其实都跟他很熟但是呢，因为都怕说跟他很熟，到时候说呢蓝营的介入民进党初选，所以都说我不认识，我跟林俊跟那个谢龙介不熟。他说虽然都跟我不熟，都很幽默，但是还是恭喜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谢龙介说呢，他很想看看赖清德拉起陈亭妃手的时候的笑容要支持要帮他站台拉起他的手他有点讽刺的意思啦，就是说看他到底自不自然，笑得自不自然那另外呢，谢龙介说我不怕陈亭妃，我已经进入战斗位置了，我是要跟赖清德总统正面对决我们看一下。笑到嘴巴都合不拢，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陈亭妃胜出。我们不是2026要赢，我们所有的议员也一定要打出全垒打。我相信，我们有信心，我要6战6胜，谢龙介。根据民调结果，陈亭妃获得60.85%的支持度，林俊宪则为58.16%，差距2.7个百分点。面对初选落败，林俊宪坦然接受。是我个人的努力不够这个结果让大家失望。接下来的2026大选，我也会支持陈亭妃委员。民进党只有团结才能打赢市长的选举。喊话支持者团结力挺陈亭妃，但看得出来脸上难掩失望。巧巧一下车，队友纷纷拥抱送暖。只是林俊宪会是早预料结果不太妙吗？因为上午总统出席台南炮校启用行程，林俊宪未出席，倒是对手陈亭妃有到场。只不过陈亭妃未回到服务处的民调结果是提前离场，离去前还特别跟总统说自己有事先走。而现在2026这一仗，台南市确定是陈亭妃对战谢龙介。虽然跟我不熟，但我还是要诚挚的恭喜他我们可以打一场光明的选战我是不会动用网军，那也不会涉入光电。飞龙6度对决，这结果不知会不会跟前5次一样。
民进党的初选制度已经行之有年嘛，那你可以看到前一天高雄，昨天嘉义，今天台南，大概这个胜负底定哦，包括这个民调公司的选择，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制度。因为其实在整个民调执行之前，是有9家民调公司，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候选人进去里面，他们会有指派代表，然后进去里面抽3家，所以不管你看到中央党部、看到山水等等，都是抽出来的结果，所以大家在抽完之后，而且那个签筒都是放在你面前，然后一个一个放进去，所以有外界很多人会讲说，这个民调有没有可能动手脚啊？坦白讲，因为我们参与过民进党的初选，我们都知道那个要动手脚的几率根本是难上加难，包括在整个做电访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监听，我们都会在里面。所以昨天晚上其实大概就有一些监听的消息传出来，大概就已经有知道，就是陈亭妃委员看起来是比较领先的。那今天的结果看起来也是这样子，一如预期啊。但是我们要看这份民调，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是，双方都强力动员的情况之下，陈亭妃拿到60%，那林俊宪拿到的是58%，比上的谢龙介啊，陈亭妃、谢龙介只拿到13%，那如果是林俊宪比上的话，谢龙介是拿到21%，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谢龙介在整个这个民进党初选的期间，当绿营强力动员的时候，谢龙介最低就是大概只有13%，所以可见得在接下来2026年，如果是由陈亭妃委员接下来总统征召他，党主席征召他出来之后，我相信2026年在这个台南绿营应该可以继续执政。我觉得对他这个民调哈，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在昨天的话呢，看起来林俊宪应该已经知道了，他在昨天晚上的脸书就已经发了一个感谢大家跟我走到现在。走到对这个时候，所以那时候就看得出来，大概就是氛围上面是这个样子了哦。那很多人在看这一次的民进党的民调，就是到底对赖清德来说有没有被打脸？那赖清德跟蔡英文所谓的英系跟赖系当中的 PK 怎么样？那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地方在于说呢，在高雄市的时候，因为赖瑞荣赢，邱毅赢，最主要是赢在呢中央党部的民调，所以那时候一度有风声说，哎呀。刚好中央党部的民调，所以会不会中央党部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更多的故事在里头？但是呢，这一次看起来的话呢，林俊宪输也是输在中央党部民调，就看起来目前的3个南3都的结果就刚好就是变成有点蛮均衡的啦，就赖系一个，英系一个，非赖非英。中间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以反映出来，就目前看起来，民进党的派系很可能在这个最关键的南3都里面，某个程度的恐怖平衡已经达到了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赖清德会不会搞不定派系？就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本来就很可能会团结对外。那目前看起来的结果来论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做文章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到底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整合，还是说嘴巴里面说挺，行动不挺？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重点在说谢龙介这部分。其实大家去看我觉得这个民调本身只能够做某个程度的参考，因为过去历次都一样，国民党的初选、民进党初选都一样。当你初选当中最主要是自己人在 PK 的时候，被拿来做一个对比式民调的那一个人，就有点像是聊胜于无的一个帮衬，就你只要去证明说你打对方，那这样子你自己的民调带来多少，所以那个人的特质跟那个人的实力，他其实没有被很充分的就讨论到。因为你去看过去的这段时间，很多的话呢，在对比式民调里面，其实对方的阵营的民调都会偏低，但是真正选出来的时候呢，都不会差距那么大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谢龙介来说，实际上是很有的拼。但是我觉得拼的关键，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就在于说，其实就南3都来说，尤其高雄跟台南，在先前的风灾过后，其实呢赖清德的民调曾经重挫，那影响到台南跟高雄的民调对于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向心力。但是后来又回来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呢，民进党在南3都的本身的，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基础还是很雄厚的。我觉得关键会回到我们刚才在讨论那么多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关于赖清德。我觉得赖清德的中央执政以及赖清德的民主独裁，我认为在今年的2026年选举当中，虽然是一个地方选举，但我认为它会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南3都翻不翻盘，除了国民党的柯志恩跟国民党的谢龙介之外，他是不是能够打出一个，就是让大家呢，让这一次的投票，除了地方的因素、政治的因素跟人的因素之外，能够有更多的属于呢类似投个信任票的部分，我觉得才会把这样的一个对中央的失望能够加注
注进去哦。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到那么多的，不管说是这个什么台美的贸易谈判，我觉得台美贸易谈判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说在于说我们连我们的官员去不去都要看国外的媒体才知道，连现在国外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要拿这个3000亿拿5座厂去换15%的关税，都没有人证实啊。我们的政府也从来都不说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便我们的谈判代表要去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怎么被卖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问题其实才是更可怕的。而且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事实的话，我真的觉得要去谈论的地方在于说，当我们的台积电它成为美积电的同时，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军事价值跟经济的战略价值，同时都是美国跟其他国家看待台湾是否重要，愿意去更关心台湾，甚至为台湾出兵相救的关键点。现在的第一岛链已经被中国大陆它的远海长征早就已经突破了，它现在已经打到要靠近第2岛链了，它的长征飞弹也可以直接打到你美国本土了，你还需要台湾吗？台湾当初的需要性，台湾的战略性是在第一岛链上面，但你第一岛链的价值已经没有了，然后呢，你的台积电目前看起来又已经可以挪到那个地方去满足它的产能的时候，台湾到底还具有多少的真的价值？我们还有能够多少的自己的力量，除了武器之外，还能够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需要去考虑的，更不用说这种整个制度上的独裁问题。所以我觉得在立法院里面，目前看起来虽然这个弹劾这件事情，我觉得赖清德一定不会来。我觉得即便要了他带不会来。但是我们刚刚开玩笑跟洪威在聊，你就放一个人情立牌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那个效应必须出来，就是说对于目前执政的政府，他目前的治理无能以及他的民主独裁的效能，就算表决过不了，但他必须要去被讨论出来，让大家知道说，你今天可以透过罢免来类似另类的解散国会，我们今天也可以透过2026的线上的选举，再次告诉你，你不值得我们信任。就是说，民进党这个当然是刚刚这个宇强是说他们用抽签9个抽签，但是每次我们都有中央党部呢，那怎么会？没有不一定每一次啊，高雄、台南都有嘛，所以这个比例是很这个获然率其实很低的。说我们学过获然率，不管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柯志恩在高雄、谢龙介在台南都低啊？我在想有几个理由了。第一个就是没错，民进党在积极动员嘛，这段时间他们也在宣传啊，这个攻这个各种的进攻啊，这个防守啊，这是一种。第二种，他这个没有排蓝呐，他不是只有说蓝营也下去选，蓝营也去选他们自己认为这个喜欢的这个候选人也有可能。为什么我讲哈？你看这次柯志恩在高雄都是什么对20几%，谢龙基本上10几%，但你知道上次选举在台南哦，在台南呢？这个是48.8%，比上谢龙介的43.63%呢。黄伟哲是48.8%，谢龙介是48.63%呢。是啊，就是正常的选举跟正常的民调，事实上是高的。高雄呢？高雄陈其迈是58.1%，柯志恩是40.15%，都是超过40%的。怎么10几%呢？所以这个民调怎么做出这样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一种是因为绿营在宣传嘛，而且他们在加手电话，都叫他们，所以他们这个比例比较高。第二就是蓝营也下去投了，蓝营是民进党在投，蓝营就不见得投他们嘛。但真的大选的时候，那结果不，以上次来讲都是40%以上，非常接近的。徐小姐回来。好，这是民进党在高雄、在台南的初选竞争都非常的激烈啊。那台南啊，这个陈亭妃、林俊宪之争能不能整合？因为初选的时候厮杀这么厉害，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说呢，有信心会整合，而且民调公平，所以没问题啊，愿赌服输啊。这是讲台南。那么高雄赖瑞仁只赢一点点哦，所以呢会不会有问题？那派系会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派系啊，新潮流系啊、英系啊，反正这个系那个系啊，会不会派系之间不服气？那国民党说呢，这叫做新潮流复辟啊。那绿营说这是抹黑啊。国民党的市议员陈丽娜啊，说新潮流复辟。那另外白乔英说呢，这个赖瑞荣很少曝光啊，平常很少看到他，不像其他的这个人候选人哇，常常曝光啊。那怎么还出现了呢？所以是不是一个吉祥物？哦，真正左右高雄的是地下市长啊，真正的地下市长啊，还是新潮流那只看不见的黑手，所以赖瑞荣会受到新潮流的
摆布哦。那阴谋论刺激到高雄，所以媒体是说大选的考验才正在开始，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整合，还是有时候只是嘴巴讲讲，我们整合，事实上我没什么动哦。那另外呢，徐国勇说呢，吴子嘉说了，说蓝营有5个县市有危险哦，哪5个县市呢？新北，但主要都任满了啦，新北侯友宜任满了嘛，嘉义市黄敏惠任满了嘛，彰化任满了嘛，宜兰任满了嘛，还有新竹县哦，所以认为呢这5个是比较危险的哦。他说最危险的是新北市哦，说目前对国民党不利，因为主要黄国昌要选嘛，李四川如果这个去选哦，那如果不是李四川推刘和然的话，新北市必败，新北一丢掉。郑丽文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因为新北是台湾最大的一个直辖市，也是最大的一个县市了哈。所以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有5个县市？徐国勇说，相信预言会成真，会更好啊。我看一下。披挂上阵，民进党14号公布提名牙医师温世正参战南投。面对要竞选连任的县长，那个困难应该是不言可喻了。我在台北完成了我的事业，而我将在南投完成我的志业，一生的志业，与我的乡亲一起来打拼。民进党协调的协调，初选的初选，只是日前高雄市长初选民调有声音质疑赖瑞隆和邱意莹在委外的2家民调公司互有领先，但加入中央党部做的民调，赖瑞隆才把差距拉开。阴谋的揣测，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3个候选人都清清楚楚的表达，这是公平的。他们都接受。不过，对于民进党已经按部就班照民调选出最强参选人，另一头的国民党14号早上协调新竹县长参选人就已经吵翻天，最后拍板才3成党内民调，7成全民调，期盼1月底前完成程序。权责他一直在主委这个位置到现在所有的组织动员各方面都是用党的这个组织，球员兼裁判，我一定秉持公平的原则。如果该请假、该辞职，都有明文规定。蓝营在彰化县面临3人角逐局面，党中央周一约了谢依凤，但临时取消。另外，也要思考跟民众党在宜兰、新北和嘉义市等如何分进合集。17翻看国民党已经协调好的县市，有拼连任的6个县市首长，加上4个协调成功的南高屏和台东，还有12个县市还没协调完成。主席给我的指示是希望在3月底之前能够完成我们22县市的这个提名工作。农历新年是跑陆战的最佳时机，但目前看来绿营恐怕抢得先机。好，这边说呢，这个国民党那已经协调好的，当然有些是连任的，就蒋万啊，这个谢国良啊，张善政啊等等，这个中医县长啊等等都没话讲哈。那这淑华了等等都已经连任了，反正就连任优先嘛，就政绩都还不错哈。那另外协调成功的台南。就是柯志恩台南高雄就柯志恩，台南谢龙介嘛，屏东那个也是屏东立委那个现任的不分区立委苏立委嘛台东也协调好了哈。那另外还有12个县市没有协调完成，所以呢，他们希望说呢3月底以前完成，现在才1月中到3月底，黄伟怎么看？其实从这个台南现在他们人选底定可以说对民进党来讲，有多人角逐的县市几乎都他们现在都蛮底定了。而且我觉得这2天，如果我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我会觉得很安心因为不管是高雄也好，台南也好大家感觉都是愿赌服输，即便是非常小的一个差距大家都说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警讯。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把它最难搞的部分全部已经搞定了那但是呢，反而我们最难搞的部分呢，现在才刚刚开始。好，所以在时间上，我觉得以国民党今年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我们的时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第二件就是说，台南的这个结果，有的人是意料之中，有的人也很意料之外，因为觉得说，你这个赖清德这么讨厌陈亭妃。他讨厌陈亭妃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恩怨不是说他看他喜欢不喜欢，是有政治恩怨。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大家看到说高雄赖瑞隆因为是新潮流嘛，那当然会第一个可能担心说，哇，高雄也新潮流，台南也新潮流，你吃干抹净，可能民进党的派系都会翻掉。好，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陈亭妃很强。好，陈亭妃就是很强。那对于赖清德来说，所有的县市里面，他最输不得的是哪一个县市？
就是台南，他台南绝对不能输。那高雄如果输的话，那还有陈其迈啊，陈其迈你老市长啊，你应该要辅选对不对？陈其迈本来就是那个赖清德这个未来的竞争者，那有陈其迈可以跟他共同承担责任。好，所以呢，民进党是一个真的会选举的政党，还有一个呢，民进党它是以胜选为它最高目标，也就是说，什么我们的恩恩怨怨啊。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你是我的子弟兵，你不是我的子弟兵，先放一旁去，因为最重要，我们要胜选。那请问一下，在国民党内，我们扪心自问，最近很多县市，我多少听闻一些，我们真的是以我们胜选为最高目标吗？我觉得真的，不管从中央到地方，我们都要想想看。比如说像这个新竹县啊，我也不怕得罪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找一个县市长的候选人，如果还纳入党员的这个投票，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你今天任何一个人，党员不支持他吗？啊，那是不是就自己搞内讧啊？那不要选算了。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人家全部都在用这个用初选用协调不成，初选也是要用全民调的方式嘛，对不对？那我们还搞一个什么党员投票？我真的觉得不要这样的倒退，因为如果当民进党现在告诉你的，我今天就是要以胜选为第一目标，那现在他不管真的假的嘛，但他们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副大家要团结啊，团结才能胜选。那么能不能同样的，国民党也是用这样子做最高唯一的目标呢？来，这个美玲。我看最近呢，民进党几个县市那个民调出来哦。其实昨天晚上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跟那个朋友还打赌啊，我说一定林俊宪。但我朋友刚刚就马上赖给我，刚刚说你看输了，是不是？我就输了一餐饭。但为什么？我应该跟你赌一下，你刚刚跟我赌一下。但你也许你会不会也讲这个陈亭妃哦？但我觉得我们其实不是去看说啊，这个他们里面的这个内斗啊，这样那样。你看那个初选前的时候啊。你注意看啊，林俊宪从头到尾都是笑嘻嘻的，信心满满的，一直喊话说：“我赢了以后啊，哈，这个你要记得支持我，因为我如果说我会支持你哦，所以我先喊话一下。”他是充满信心，他还说这个选举要开开心心。但是呢，陈亭妃都是愁眉苦脸的，还哭啊，然后呢，就是铁马行，对，铁马行很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整个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林俊宪胜券在握嘛，哦，所以这个结果是有点意外哦。不过呢，我蛮认同刚刚洪威讲的，我比较认同是后段，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看赖瑞荣哦，其实赖瑞荣是谁？说真的，他跟我们同事一段时间了，但我对他其实蛮陌生的哦。那我的很多朋友住在高雄市，其实对赖瑞荣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印象，甚至他的名字喊不太出来。这次怎么赢的？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民调哦，大概就是在这个民进党中央的那份民调去支持着让这个邱莹去输了，要不然大家都是看好邱莹的。那赖瑞荣呢，其实陈菊的子弟兵，那看起来其实这个赖清德也蛮尊重这个陈菊的，党中央力量是不是有下去了？那这我们不知道哦。可是呢，我们看到陈亭妃因为自己实力很强，而且从头到尾都是赢大概十几趴。我觉得要做掉他的话，我觉得民党自己可能心里也会有点怪怪的，也虚啦。因为呢，台南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丢掉他了哦。不过我这样看哦，这个当然是民党的家务事。现在他们的人都出来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选举哦。你看，其实哦。民进党其实这次人选出来以后，最重要我们的人选怎么产生？其实我蛮赞成在新竹的这一趴。其实我看到新竹，我看了2次这个新闻，什么党员投票要30%，我真的无法相信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走一个倒退路跟回头路哦。我相信这个陈副县长应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呢，我觉得初选嘛。我们那么多人都在看，就是要公开、公平、公正，要不然这个初选完毕以后，它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不管呢哈，这个民调下去是谁会赢，谁会出现，我们不知道。2个人都很优秀，尤其徐欣莹其实学经历其实也很完整。所以呢，我想就是要公平、公开、公正哦。那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其实还有12个县市没有协调完毕，那我们就用初选下去后，我们出来的人选，其实我对2026的选举我是有信心的。其实最近哦，在地方上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委员，我们要怎么样去罢免赖清德啊？很多乡亲都问我怎么样罢免赖清德啊？啊，你们现在这样子什么谈
弹劾是不是？那就是我也可以去投票罢免赖清德吗？我就跟他讲，当然有难度哦。真的，我们有这个立法院的门槛，那还要经过这个大法官这个去审议，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弹劾一定要做？我觉得是要凸显赖清德的德不配位，那这是要拿出一个态度来。所以我想，其实从大罢免，从他现在不附属，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所有作为，我相信啊，在2026大家是会用选票告诉他，其实啊，我们的选票是比弹劾你其实更有用。徐小姐回来。蒋万安因为推这个免费营养午餐了哈，徐国勇说你是骗选票，10个县市都在做了嘛，哦，也不是你先哦。那另外呢，蒋万安说好吧，你说不是我先，高雄、台南都跟进啊，都比我后面啊。我们看直辖市好了，所以很高兴高雄、台南都跟进啦啊。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啊，这个叶向元就说，你看看徐国勇这样一讲，就打脸了陈其迈，打脸了黄伟哲啊，高雄、台南都没做啊，到底谁骗选票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到底谁出来嘛？哦，徐国勇说我们人才济济，不缺人选，农历年前就可以提名。但是谁呢？谁有资格呢？因为蒋万安现在第一个台南，如果台南不是分成蓝白，或是像以前一样，我跟黄大洲不是这样分的话，蓝营的这基础的就是比较稳固的，一分就麻烦哦。但是分的也要看，像蒋万安那个时候黄珊珊选，蒋万安还是这个超高票当选呐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谁来挑战蒋万安？王世坚点名了6个，点名了6个人哦。所以当你点名6个人的时候，就表示，因为大家觉得王世坚最合适啊，但他不要，他推给其他6个，就表示没有一个人是有把握的。我们看一下，难道蒋万安不会觉得惭愧吗？他的财政是全国最好的，现在他突然间营养午餐免费了。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蓝绿口水战，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炮口瞄向台北市长蒋万安。蒋万安宣布营养午餐之前，已经有10个县市在做营养午餐了，而现在选举到了，讲个比较不好听的话，难道要用营养午餐就要想来骗的选票吗？质疑蒋万安是在骗选票。徐国勇说自己当议员的时候就提过，时任市长马英九没有做，后来的蓝营台北市长也没有做，现在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蒋万安的功劳？徐国勇秘书长一口气连骂了自己党籍的高雄陈其迈市长、台南黄伟哲市长，以及今天刚刚宣布跟进的屏东周春米县长，是在骗选票，不愧是民进党选票的最强操盘手。但绿营在台北市属于艰困选区，会是谁来挑战蒋万安？人选至今没有谱。传出总统原先属意立委吴思瑶，但本人意愿不高。行政院长卓荣泰请辞参选，或许是可能选项，借由院长级的母鸡拉抬选情。我不会选啊，也有点名过王世坚，有点名过吴思瑶，所以表示一件事，我们台北市不缺人选。那有没有可能在年底前就提名？我也在这里来具体的回答，是可能的。绿营的北市母鸡悬而未决，基层的小鸡焦虑值都快破表。现在台北市长到底怎样？因为我觉得徐国勇他们跟王世坚在讲的台北市长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在主持，他常常回到主持政论节目就抬杠，因为其实他讲的话都是就是好玩而已，好笑而已，而且他就是避重就轻。因为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坦白讲，台北市他真的是就没得比就是了，他已经那么多年下来了，当初会找到柯文哲，后来又跟柯文哲翻脸，其实都是因为民进党知道他在台北市赢不了，就那么简单。所以呢，你现在等于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单说，这个人叫自杀炸弹客。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自己是自杀，你选不过蒋万安，因为除非再来一次分裂，就像赵先生讲的。但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蓝白的这个默契还蛮深的。那而且的话，你很知道在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得谈，所以你在台北市其实不需要去做挑战嘛，你挑战也不见得赢，何必挑战呢？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蓝白在台北市的话，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程度的默契。就对民进党来说，一定是自杀。那自杀的话，谁要去当呢？所以我觉得其实民进党也面对一个问题，在过去的话，你说什么苏贞昌啦，什么蔡英文啦，这些谢长廷都还敢要说啊，身先士卒，就算自杀我也要站一下，因为其实台北市就整个的全台湾的选举来说，它具有领头的效果。坦白讲，你说如果民进党在台北市没有提人，
那你说谁带头？他一定会提了，对，提谁？你要提一个像样的。其实坦白讲，他不只是一定会提，他要提个像样的人，否则的话早就有人选了。吴怡农不是吗？我们在节目都已经讨论过了嘛，都不谈吴怡农，是因为吴怡农不够格嘛。我说实在话，也不要，也就是对吴怡农也不好意思。但是台北市长其实在过去以来，真的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总统规格的啦。你虽然不是总统规格，也是个行政院长规格，好吗？过去民进党那么多人在那边选，都当了行政院长了，所以为什么讲选书都还选上总统了？这是比如说选出来选总统，就要么当总统，要么当行政院长。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台北市你不可能缺席，而且你不可能随便塞一个人来选。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民进党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人，那只好呢天天的欧龙谁的就讲过来讲过去，好像在讲一些很好玩，那就随便王世坚点名。王世坚是因为别人都要推他不要嘛，所以就说啊这个好啊那个好，那么所以讲半天讲，然后卓荣泰不可能嘛，除非卓荣泰你说好倒戈倒他下来，然后呢他来选，那可能哇你看我是被倒戈的第一个行政院长。那问题是国民党不会在野党不会中招嘛？你干嘛要倒戈呢？为什么要让他解散国会呢？你说这个高市早苗要解散国会，好歹他是70%的民调民意基础，你赖清德的民意多少？你凭什么解散国会？人家不解散你就不错了呢。不过我是觉得绿营一个都没有这个很勇敢的出来，只有那个吴怡农嘛。我觉得真的是太没种了啦。是你民进党再烂了，你台北市也可以拿30%的选票了，一定有的啦。30%也没有什么，也不算什么输嘛。你在台北这种选区，要带头出来打，对不对？你带头出来打以后呢，你就算在将来选立委，甚至将来选总统都有机会的。然后大家每一个当缩头乌龟都不敢出来，都叫这个叫那个叫别人出来。然后以前民进党不是这样子啊，输了我要跟你拼一下嘛，本来就是这样，输人不输阵啊。来，江龙。对国民党来讲啊，你有必要把这个地方选举要好好的重新定位一下，就是它不只是地方的这些各个县市的选举而已。我说了，因为现在在整个台湾的政治体系里面，也卡住了，它既不可能去修宪，但是对于拥有权力的人又不认账，但是所有的人事法律预算都过不了立法院，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很痛苦，他就用准政变的方式推了大罢免、小罢免，又失败。那只有选民的投票所产生的新民意，它能够对政治产生比较明确的压制效果。所以年底的选举是很重要的。那因为台南是他的本命区，而台南的林俊宪竟然落败，这个对赖清德的气势来讲是有伤的。不要说陈亭妃强不强，我说对赖清德的气势就有伤。就是我属意的人，而且是我的本命区，而且说在赖清德如果有谁是赖系人马，林俊宪如果他说他是第2名，没有人敢说第1名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在台南竟然落败了，那对赖清德来讲，今天晚上呢，大概就得要斋戒沐浴，就得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好，所以呢，年底的选举，它不是你选上几个县市，或者说光是点问题，而是说这个选举对于解决当下的政治困境非常的重要。那所有对赖清德的施政的不满的那个反赖的气势，能不能够凝结？好，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在地方选举里面，他在所有的提名的县市长里面，在最后在对决的时候，除了你本身的助选的选将之外，通常蓝绿阵营他都会需要一支比较强的母鸡，是你在地方县市长提名当中来讲，你既有全国性的知名度。那这种的全国性的知名度，最好是你有呢跨县市自己要参选，同时有跨县市呢辅选的能力。这个蒋万安应该有，但是民进党有没有？民进党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年底的选举还没有选，但是已经吃了很大的亏。好，所以内外的形势呢，对于当下的在野党，对国民党来讲呢，其实是很有利的哈，不要妄自菲薄。不只是朝小野大，一定要维持，同时一定要让中央小地方大，一定呢要维持。如果呢年底呢不只确定朝小野大，也确定中央小地方大，未来2年的时间，那我觉得在野党不管在政策
或者呢在诉求2028年的执政的机会的说服力上面来讲，都会大很多。至于大家刚刚在讲的营养午餐，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想的问题。在过去有几个县市呢，已经开始呢做免费营养午餐，可是徐国勇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原来在推行营养午餐的这些县市，都是财政各方面比较弱的县市。为什么？因为那一餐是许多县市里面的孩子一天最好的，有的还带回家呢。对，是最好的一餐。他早上可能没吃饭，晚上呢要带回家，所以很多过去办营养午餐的，你得要想办法去帮他，因为那是他最好的一餐。可是像现在台北市或者现在跟上来的台南市啊、高雄市，你要知道这搞不好，你如果办得不好，他可能是这孩子一天最烂的一餐。他在家里面，他早餐都吃得比你好，不要认为这开玩笑，因为很多的私立学校办营养午餐啊，不管找5星级的大厨啊进来办啊，什么团队进来办，自己搞很好的厨房，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学生呢，在周记上面骂你，家长会在骂你的都是营养午餐不好。一个很富裕的县市要办好营养午餐的时候呢，你的规格标准要高哦，它不是只是让孩子中午在学校有一样的饭菜吃而已。如果剩下一大堆的饭菜，它不只是厨余的问题，而且他会认为说你在浪费钱呐。所以一个是最好的一餐，一个是最烂的一餐，要小心。听说北投那个维格的餐就做得不错啊。对呀，一样被骂，也被骂是吧？一样啊。桃园很早就实施了，对不对？桃园其实3年前，其实张善政还在选举还没有当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拟这个政策，就是营养午餐免费，所以上任以后他就立刻做。事实上，6都啊最早做的就是张善政市长。但是呢，其实张市长就是这样，他很多的政策他默默的做，他没有再去做太大的宣传哦。但是我要讲哦，其实这个营养午餐真的对一个孩子来讲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那过去哦，其实还有一些弱势的孩子，那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说，以前还有最早期好像还要什么里长证明他弱势啊等等的。可是为了不要让孩子标签化，以后各县市的做法都是，其实你只要跟老师讲一下，那其实弱势都可以照顾着。但现在呢，其实营养午餐已经变成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应该要统一这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有些县市是免费，那有些县市其实还要自己去编预算去做哦。我就说，好的政策其实中央就应该来做。我举一个例子哦，很久以前大家记不记得子宫颈癌疫苗的施打？那早在吴志阳县长他在当县长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说，原来有一种癌症它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我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惊艳。所以那时候我去问了很多的这些医界的权威，那我知道它的确是有效有用，唯一当时的缺点太贵。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一开始一剂可能要12000，要打个2剂什么之类的这样哈。那但是它有效，那所以呢，我们就跟吴志阳建议说，我们来打。那其实有效年龄大概是12岁到26岁左右。那吴志阳就是编了预算打国1的学生，然后一直到郑文灿上来以后，他开始编到高中。那后来开始呢，就有几个县市开始慢慢就开始做了，结果后来中央开始做。但我觉得好的政策其实就赶快把中央拿回去做吧。现在不要说什么谁骗选票，我觉得对于孩子吃营养午餐，你还要说是骗选票，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种说法了啊。所以中央赶快那个该编经费来让我们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吃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以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所提的这午餐专法哦，教育部还没有提版本，行政院版本没有出来，我觉得让孩子这个吃得好，然后品质也可以顾，然后大家可以一个齐头式的平等，这样才是对的。休息再回来。好，那么黄国昌到美国去了一趟啊，说他反军购条例的决心更强烈，因为民进党曾经笑他，所以黄国昌到美国是 AIT 美国安排他，叫他要支持我们的军购啊总预算。那黄国昌说我更强烈反对。AIT 说我们是欢迎赖清德提的1.25兆国防预算，赶快来编吧，赶快来买吧，要变成刺猬，变成豪猪，赶快买。那另外呢，黄国昌说我也不惊讶哦，因为呢 AIT 本来1.25兆就跟美国买嘛，所以符合美国的利益，本来就是这样子哦，所以美国希望你买啊哦。那美国交货只好准时交吧，我觉得买是你这货要交，怎么货拖到现在还欠200多亿？那王定宇认为说这是打脸黄国昌哦，因为黄国昌说这1.25亿不是全部是军购啊，还有别的东西啊。那 AIT 说我们欢迎哦，那黄国昌说角色混乱吧，你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台湾的国会议员，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黄国昌说要一个过程，
美方给他的面子，但是呢，返回台湾以后发言跟预期落差很大。美国以为说给你个面子啊，到美国看看回来你就会支持我们了哦。那另外呢，黄国昌说1.25兆里面呢，对美国军购只占3000亿，卓荣泰下令赶快澄清，不是1.25兆里面只有3000亿是军购，避免亲痛仇快的不良后果。问题你不能怪黄国昌，你自己讲讲到底买什么？你现在拿出来就是美国人公布的3000亿，要卖这个给台湾，那其他的呢？其他的9500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也不讲啊。黄国昌一讲以后，马上现在下礼拜一，国防委会要开秘密会议，所以要讲了，讲多少也不知道哦。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讲说，你自己只要不牵涉到机密，你是可以讲，你通都不讲。对，包括什么郑丽君到美国谈判，你也不讲，都是看外电才知道，然后结果也是看外电才知道。那我们都知道韩国谈判结果怎么样，日本谈判结果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结果是怎么样，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好吧，那么民众党说，我们只需要1兆5000亿的3000亿，国防部说国产3000亿，其他对外采购到底是怎样？哦，所以现在又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哦，马文君说，烟酒食品商改行卖子弹哦，而且呢，只要变更营业项目半年就得标了哦。另外呢，这个马文君说，这个烟酒改卖子弹，国防部采购爆争议，说他们去看这个透天处这样的一个公司，就可以卖子弹了啊。民进党他说你还留在大清思维啊？为什么烟酒商不能卖子弹呢？随时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大，随时谁卖什么谁就可以卖啊。所以联合报的评论说，百工百业都能卖军火吗？为什么顾立雄有恃无恐呢？这个卖蛋的也可以卖，卖这个杂货也可以卖，卖这个也可以卖，卖那个可以卖。奇怪的，照理讲贸易公司它也有专攻，我专门做什么，专什么做，专什么，怎么什么都可以卖呢？我们看一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访美回来后，前一天喊出要自提军购版本，这是 AIT 罕见回应，针对总统所提出的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美国强力支持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及吓阻力，这番回应被解读是在打脸黄国昌。美方的说法 ，AIT 的作为就是大大的啪啪啪。打了黄国昌一个大耳光，不会因为一趟快闪让黄国昌成为国防部长。AIT 不管他是用支持还是用欢迎，我都不会惊讶。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映中华民国的国民，也就是台湾人的心声。黄国昌再拿自家民调秀出高达60%民意赞成总统应该亲自来到立法院说明军购案，并接受委员质询。请问你为什么拒绝履行你在2024年总统大选所开出来的政见？蓝白穷尽一切手段，就是要逼总统来立院。1.25兆，因为赖清德在提着1.25兆本来就天上掉下来，而且是先跟美国爸爸报告，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呢先投书，然后呢，美国人先知道了，美国媒体先知道了，然后隔几天呢，才在台湾才正式的在记者会当中提。那1.2这么大一笔的钱。就这笔钱呢，到底要怎么用？因为美方之后呢，所有提出来的军购的内容，针对1.2兆提出来的，包括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M109A7版的这样一个自走炮，大概已经是你比较熟悉的，加起来大概5样，就3000亿。那1.25兆扣掉3000亿之后，还有9000多亿，你是要用在哪里？好吧，就是到现在为止，看起来对总体的思考仍然是很破碎的，是先有个案子，先有个案名。但是呢，内容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不要怪说在野党呢会质疑你，因为你3000亿美方所公告的，现在可能会在这1.25兆就3000亿，那剩下的部分呢怎么办？黄国昌的质疑并没有问题啊，不要呢狭外自重，不要觉得今天 AIT 讲了什么东西，好像呢不断的呢去把古立言的话呢放大。他又不是皇帝，他又不是钦差，他讲的话有啥重要？这1.25兆到现在之所以还不能复委，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说不清楚，那还要这个在野党来帮忙背书，那这形同一个空白的授权。那我们又看到，不管是我们之前装修公司卖炸药啦，或者是现在看到连这个食品公司都可以来卖子弹，我觉得一团混乱，那没有办法说清楚，却还要我们能够通过预算，这怎么可能呢？等一下。因为黄国昌到美国，他已经了解美国人的想法，结果回来台湾，他又讲说，他不了解1.25兆里面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内容。那美国不能讲的，他就说尊重美国的态度，
那台湾不能讲，就说赖清德独裁，赖清德这个机密的东西都不讲，我觉得这个是双标啊。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因为国立员发了一个脸书哦，就见猎欣喜，然后立刻去打黄国昌，真的不需要了，因为你真的是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你并不是美国的国会议员。我觉得他们的角色非常非常错乱。那至于今天马文君再一次的踢爆，跟我们之前这个室内装修去买这个炸药，那现在这次呢是这个是烟酒公司去买这个去包子弹。而且烟酒公司就是去年6月，在半年前啊，他在新取得一个枪炮弹药类的营业项目，然后短短半年，他就立刻可以变身成一个军火商，你们不觉得很扯吗？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国防部把这个事情认为好像稀松平常，那当然我们就会去指引这么庞大国防预算是怎么用掉的。我觉得今天黄国昌讲的话跟这个马文君跟先前洪威这个爆料实际上是有故事是相连的。第一个他讲了说1.25兆里面有3000亿实际上是国内自己采购，国内采购里面有猫腻，这什么意思？我们报了1.25兆，只有3/4是买美国货，剩下的1/4是自己玩。所以是拿来玩什么呢？拿来玩买子弹吗？拿来买炸药吗？来让自己的政商关系上下其手吗？